prosesi itu kelahiran saya betul-betul lahir sini ya。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包子，好久不见。复读青年阿邦阿迪叙述马来西亚一对没有身份证的兄弟。剧中吴康仁所饰演的聋哑人以精湛的演技赢得金马60的影帝，其中在监狱的那一场表演更是在网络被誉为是教科书水准所疯传。导演王礼麟的作品长期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分贝人生讲述的是贫穷家庭的牵绊，迷失安迪写出变性者、移工和聋哑人的艰苦。本剧也依旧保持底层人物的设定，除了主角阿邦阿迪作为无证著名的身份，跨性别者曼妮姐和最终阿邦锒铛入狱成为死刑犯。所以在今天的影片里，我们将依序盘点片中所提到的社会问题，科普当中所涉及的法律制度，补充对于那些群体的认知。剧中主角阿邦阿迪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然而他们却连最基本的身份证都没有，导致他们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无法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包括教育、医疗、事业，甚至是一般的幸福。他们一代又一代的陷入身份的困境，忍受无形的压迫和歧视，可是体制却还是将他们压得动弹不得，永远无法脱离这种困境。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本地出生的孩子为何会成为无国籍人口？2015年，内政部曾经否认马来西亚有无国籍人士。时至今日，任何的官方文件上面也不可能会有无国籍的选项。换句话说，官方对于复读青年的存在并没有记录，更加不可能提供完整的配套措施协助。非政府组织 DHRRA 在西马半岛就已经掌握了9392宗复读青年的案例。这些马来西亚人在没有正式公民身份的情况下过着生活。在我们讨论此现象的原因之前，不妨参考导演在剧外对阿邦阿迪身世的交代。阿邦其实从未拥有一个家，他的爸爸是年近60的农民，在与印尼移工生下阿邦之后，家庭生计陷入困境，爸爸选择用火烧掉了整个家，双亲也在火灾当中离世，出生证明也付之一炬，导致后续无法申请身份证。但其实出生与死亡登记法令第4A 条允许在出生证明遗失或受损时补办，所以法律上虽然没有立马否认阿邦的公民身份，但是政府的官僚作风确实有可能让阿邦的处境陷入困难。至于弟弟阿迪曾经有健全的家庭，但在爸爸另组家庭之后，泰国移工的妈妈无法合法的留在马来西亚，被遣送回国，而阿迪也随即被送往安置机构。生性反骨的他选择到外面自己生活。复读青年在马来西亚的存在大致可以分成3种。第一，非婚生小孩。有许多的大马男子和外籍女子，他们没有透过合法的程序结婚，所以孩子在出生之后会跟随母亲的国籍，被马来西亚单方面认为是外国的公民。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母亲没有到外国的领事馆报户口，这个孩子就会变成无国籍小孩。电影的设定肯定是阿迪的父母有合法结婚，也因此阿迪才会有大马公民的抱孙子。但是因为他的偏执，导致他不愿与父亲和解，没有父亲陪同就不能得到身份证。在这一场悲剧当中，其实被体制困住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阿迪的母亲。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拍复读青年番外篇《泰国妈妈》，讲述外籍配偶的困境。因为阿迪妈妈即使在马来西亚生儿育女，但繁琐不透明的移民政策让申请永久居民的路遥遥无期，一旦离婚，她就被迫和孩子分开。复读青年的第2种理由是行政上的漏洞和僵化。在马来西亚出生的时候并不会自动的进行出生登记，相反，父母必须主动向国民登记局注册出生，才能获得抱孙子。然而，一些原住民或土著人士以及贫困家庭不见得理解注册出生的重要。如果像阿邦的父母双双不幸离世，那么这个孩子就可能会面临无国籍的风险。再加上成年累月的申请过程、不透明的程序，都会让申请者的意志在一年一年的等待当中消磨殆尽。关于阿邦和缅甸女子的感情线，其实也透露了无国籍人口的第3种可能。在缅甸女子透露想要留在马来西亚和阿邦一起生活之后，阿邦并没有把表达心意的围巾给送出去，意味着阿邦清楚2人之间不会有未来。因为难民移民的后代目前并没有受到大马立法或者是行政上的保护，身份和地位亦不受承认。根据马来西亚移民法，马来西亚并没有对寻求庇护者、难民、非正规移民、无相关证件或者是无国籍人士做出区别，反之笼统的将他们一并归类为非法移民，因此父母和孩童都非常容易遭到逮捕。现实生活当中，缺乏国家身份是一种枷锁，但是在虚拟世界学会隐身、被看不见，恰好是最重要的能力。感谢 Surfshark VPN 对这一支影片的大力支持。
Surfshark VPN 每月最低从10令吉起，而且不限设备数量，只需要订阅1个账号就可以跟亲朋好友无限分享功能。Surfshark VPN 内建的 Clean Web 功能，开启之后便可以阻挡几乎大部分的广告、追踪功能和恶意软体，让整体的网络体验更加安全和流畅。第二 ，Surfshark VPN 帮你实现一键环游世界，就算人在国外，依然可以连接回本地网络，反之亦然，为网络的方便性加分。最重要的是 Surfshark VPN 采用业界最高级的加密算法保护个人数据。当我们使用过的网站不幸沦陷的时候，骇客也无法取得我们的个人资料。再加上独家技术 Surfshark Nexus 提供比传统 VPN 更加快的网络速度和更加高的安全性。Surfshark VPN 限时推出30天退款保证，如果用完之后发现不合适，也可以随时取消订阅，并且获得全额退款。只需要点击影片说明栏和置顶留言的链接，输入优惠码大包子，就能够享有高达83%的优惠和额外5个月的免费服务。看完全片，曼妮姐对于剧情的发展推动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虽然她替兄弟2人租房子、办手机门号，至少为故事添补了一些细节，但是其实去除跨性别者的身份，故事线依然能够成立。当然，这部片不需要在跨性别者课题上发力，不过既然电影有所提及，导演势必也是想要唤起社会对于这一个小众群体的关注。我们之前的影片曾经讲解过跨性别者在本地生活的困境。目前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表明马来西亚的跨性别者人口规模，不同的民间组织提供了不同的估算，从2万到3万、4万到6万，甚至高达10万。这意味着每300人当中就有可能1个是跨性别者。马来西亚在法律上并不承认跨性别者。在1980年之前，马来西亚的氛围相对开明，跨性别者可以合法的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并且成功更改身份证。但在1982年，全国伊斯兰教法规委员会颁布法令，禁止穆斯林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导致大多数的医生停止提供相关服务。要承认跨性别者有很多种方法，最主流的是在男女之外允许第3种性别，例如纽西兰和澳洲的公民可以在护照上选择代表中性别的叉，尼泊尔、孟加拉、德国甚至印度等国在身份证上可以登记第3性，阿根廷则是允许在未进行变性手术的情况之下更改法定性别。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身份证上标有性别，但是这对跨性别者来说是一个噩梦，因为他们的外表与性别资料不符，日常生活中经常面临各种问题。异性打扮会让他们踩到法律红线，在全国范围之内，有 70% 到 80% 的穆斯林跨性别者就因为异性打扮被宗教局逮捕，最终可能监禁3年，罚款5000。他们也同时面临生命危险，要面对跨性别者恐惧症所导致的歧视和暴力。马来企业家 Noh Sajat 曾经因为身份而受到死亡威胁，2017年也有关丹跨性别者被袭击去世。07年到13年，全国报告的跨性别者谋杀案有9宗，骚扰和暴力对待有15宗，但是还有更多的受害者因为担心被对付而不敢出声。至少 67% 的跨性别者女性曾经因为身份而遭受身心虐待。除此之外，跨性别者在找工作的时候常常因为身份而遭到否定，因为生活在法律边缘，被大多数的公司拒绝，因此他们许多被迫从事性工作。大约 30% 的跨性别者生活在赤贫线的边缘，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岌岌可危。如果说这一部电影是探讨富都底层无证住民的悲歌，这一条主线在阿迪铸成大错，阿邦顶罪入狱之后，就被兄弟之间的感情片段、独处和沉思给取代，错失了往下再继续展现社会边缘人的思绪。但是我其实最想说的是，电影后半部对于刑事司法程序的描述稍微让我有那么一点点出戏。首先是对于律师楼不近人情的形象，似乎是源自于刻板印象的处理。如果被律师楼冷淡对待的原因只是因为钱的问题，那其实并没有发挥到无证住民的这一层身份。更加更加细腻的处理，其实是诉诸于非公民另一个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就是获得司法救助的权利。马来西亚的法律援助是专门为穷人而设的，利益让没有能力负担律师费的穷人也能得到公平的法律对待。3大法律援助项目包括政府的法律援助部门 LAD、 律师工会的法律援助中心 LAC 和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 YBGK。
可惜的是，这3个法服项目都不开放对非公民服务，也就让最边缘的非法移工无证住民求助无门。如果电影能够如此处理，就可以从原本控诉律师楼作为盈利事业的没钱免谈，上升到揭露法服项目作为社会福利却依然将弱势群体拒之门外，对于体制的无力感也会相对更加浓烈。第二，阿邦被判处死刑，而且执行速度之快也和现实有点出入。马来西亚在2018年之后就已经暂停执行死刑，而画面当中出现的 DRX 大楼明显显示这故事背景发生在2021年之后，所以阿邦的死来得不太符合现实。而一般上，法庭从审判到定罪到执行死刑至少也要花10年的时间，但是影片中曼妮姐第一次出场就预告了自己不久之后即将回到怡保老家，但是到阿邦行刑前的一天，曼妮姐都还在吉隆坡，表示电影在选择性、部分性的快进阿邦的司法程序。但是要较真来说，以案情来看，包括行凶的手法、阿邦自首的合作度，在强制死刑被废除之后，长时间的监禁是法院更加有可能的判罚。故事之所以会如此设定，或许是来自于导演的仁慈，让阿邦可以尽快离开这个绝望的世界。至于囚服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小 bug， 不同的囚服颜色对应着嫌犯或者犯人在刑事程序的不同阶段。紫色囚服应该是阿邦在等待法院判刑时候所穿的囚服，可是当阿邦正式被定死罪之后，他理应要穿上的是一套红袖白底的衣服，但或许是紫色囚服的印象深入人心，故事才会如此处理。那看完了今天的影片，是不是让你对《富都青年》里头的故事背景有更深刻的了解呢？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按赞和分享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算是分享给自己，也能让演算法觉得影片受欢迎，从而推播给更加多的人。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拜拜。